这些资料我会看完，明天开会的时候一并讨论。就这样。有猴子肯定就得有果子，我们吃饼都会掉芝麻，那猴子肯定也得会掉。哎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果子了，我们有果子吃了。石头，你帮我摇！快走！ 15年了，我还是不知道你的名字。如果当年我不是立刻被送出国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谁也没料到，我这一离开，再回来时，已人事全非。抱歉，这么久以前的资料已经找不到了。谢谢。 不客气。傻丫头，你又如何？是不是还傻乎乎的，也不问对方是谁，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？逢人就救。怎么回事啊？有人！一定是有人在骂我。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再过2天呀，我就要退休喽。我也快退休了，没想到在这小小的厨房，一待就是这么多年。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呀，那小于飞就这么小点儿，整天跟着你后面叽叽喳喳的。哎呀，你说那小机灵鬼儿，这吃青椒吃番茄都能拿来挣钱。他是这样的，但凡跟钱沾边的，他都特有天分。是啊，哎，还有那画画，那画的多好！要不是你当初不让他往这方面发展，没准现在就是什么大画家、名设计师了。那些事情都不切实际，还是踏实点好。怎么不切合实际了？哎，你都不知道，这现在的社会啊，缺的就是这种人才。哎，于飞有男朋友了，听说还是个医生，嘿嘿，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？宇阳当医生特别忙，小飞岁数还小，等过了明年再说吧。等我拿到了退休金，帮小飞缴了房子的头期款，这样她在婆婆家也能挺直腰杆的说话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这关键时刻你还是挺疼她的嘛。我欠她的。阿姨，对不起啊。既然那年我做了决定，斩断跟杨家所有的联系，现在我就不该再有遗憾。
快点快点，特助快来了！特助真不愧是个黄金单身汉。是啊是啊，每个人都想嫁他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哎呀，你不要哗啦啦，够美了，快点快点！笑一个。各位听好，上班时间，脸上的妆不许涂那么浓，耳环的直径不许超过1.5公分。理由是，我们需要一个绝佳视觉感受的购物环境，不让任何人有逃离现场的冲动。谢谢各位的配合。刚才说到哪儿？继续。 生活用品部的促销活动成效不彰，儿童女装部上周的业绩也下降了0.3个百分点。我们已经针对顾客逛街和消费习惯，去调整了卖场的设柜。为什么业绩没有上升，反而往下滑？那是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狂打低压策略所导致的。他们为了打掉我们，不惜以成本价促销，把对方的客源、价格、设柜商品和我们卖场的做一个分析比较。今天下午我就要看到报告。是。 所以，你是打算和安正集团合作？如果跟其他竞争者一样打价格战，到最后恐怕会两败俱伤。所以我建议把我卖场的层次拉高，跟对方区隔开来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有获利的空间。可为什么是安正集团呢？杨华那个老东西，可不好对付啊。爸，虽然安正是以鞋业起家，但这几年往精品界发展。 已经成为国内精品界的龙头老大。如果我们能够带进安正，要说服其他优良品牌进驻，那就轻而易举了。董事长真是老当益壮啊！这球技如此了得。哎，只是活动活动筋骨，谈不上什么球技了。这不是杨董事长吗？这么巧，今天有空来打球啊？哦，张董事长，哎呦，幸会幸会啊！这是犬子贺凡。杨董事长，久仰了。不敢当。杨董事长能力与气度是我们晚辈所佩服的。如果有机会，希望能够跟安正合作，跟杨董事长好好学习学习。啊，太客气了你。像我这种快退休的老头子，哪有什么值得你效仿学习的地方？啊，你们为商之道是以鲸吞禅师为主。 大家道不同，还是不相为谋为好。嗯，杨董事长，谣言止于智者，千万不要去听信那些坊间的传闻，影响我们双方的合作。谣言止于智者，但无风也不起浪啊！啊，你说到了这把年纪，要真落得像刘总那样的下场。 真是贻笑大方喽！啊，对不起，失陪了啊，失陪了。果然和传说中一样的难搞。哼，这个老家伙不好对付啊。不过我们可以另外想办法。我刚才好像听到他说。 他要退休了，这里面一定有玄机啊！何凡，去好好查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好。董事长好像很不喜欢张氏父子了。张建军这个人的眼神太过阴冷了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还有他那个儿子，我觉得又太深沉了。 唉，少跟这些人打交道为妙啊。等叶莲回来了，这些事儿、这些人，千万别忘了提醒他啊。是董事长。等小小姐毕了业以后，
小姐一家子也就快回来了。到时候啊，董事长您家里就更热闹了。我就盼着这一天呢。啊，这一家人，啊，热热闹闹的，你说，多好。是啊。董事长上车。董事长，您回来啦。董事长，刚刚曼萍小姐打电话来给您祝寿。知道了，晚上我给她回个电话就是了。董事长，今天是您的生日，我帮您煮碗寿面吧。不必了，一个人而已，也没什么好过的。老喽，这一扎气解了好几天了，就解不开啊！哎，我这张妈，谁动我的旗了？这怎么这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爷爷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给你煮的长寿面。你，爷爷，我实在太想你了，所以我日以继夜赶写论文。3天前呢，教授们一致同意让我提前半年毕业，所以啊，我赶紧回去打包行李、订机票，搭了10几个小时飞机飞回来。妈说呢，等她把英国一切打点好以后，全家都会回来的。哎呦，难怪曼萍在电话里跟我说要送给我一个大礼呀！你，哦，你们全都知道，就瞒我一个，是不是？小姐说呀，要给董事长您一份惊喜呢。别说是董事长，这份礼物啊，我们也期待着。爷爷，无论是下棋还是功课，当年您要求我的，我可都做到了。现在呢，我终于可以回来和您一起住了。爷爷，想死你了。好乖孩子啊，这就是给爷最好的礼物了。哎呀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你的钱我一定会马上还给你的。再见啊。还有谁我没有接到呢？好像只有高中的一个校长和以前的一个老板。这个朋友15年都没有见了，应该早就把我忘了吧。董事长好。
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总经理，这位是业务经理。叶林，请多指教。你好，以后好好向他们学习，多多请教，都是老前辈啊。是，以后会向大家多多学习的。真是年轻有为啊，董事长，请好。杨董事长愿意见我了吗？真的很抱歉，我们董事长今天特别的忙，明后2天也安排了一些巡视工厂的正常工作，所以实在抽不出时间跟您碰面。我明白，但我还是希望能够亲自把这份合作计划书交给他，以表示我的诚意。我们董事长特别交代过，绝对不能怠慢张特助您。至于企划书的部分，要等我们业务部和营销部一起研究以后呢，才能做一个决定。到时候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那麻烦你了。好，没能亲自拜访杨董事长，实在可惜，请务必帮我转达我这个做晚辈的人诚心诚意的决心。好的。没想到叶林长这么漂亮。是啊，听说提早半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呢。董事长这么疼她，现在她回来了，迟早要把公司交到她手上的。是啊。董事长，你好，果然被您料中了。张公子啊，不轻易放弃，一副非见到您不可的态度呢。年纪轻轻的，在上界就小有名气，自然有他过人之处了。交代下去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是。张先生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是他。很好，查得很详细。那另外一件呢？我叫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张先生，你给的线索太少了，你不要着急，只要我一有线索，马上就告诉你。好，谢了啊。走了，快走了！傻女孩，我还有机会碰到你吗？我想见见你，当面跟你道谢。怎么办？还差那么多。啊！怎么又来了？谁啊？到底是谁在骂我啊？好。希望老板愿意借我钱，从我的薪水里扣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留位置的。老板，于飞，我跟你说，你推出那个宠物交友活动啊，非常的受欢迎，好多顾客抢着报名呢。那太好了。哎，我啊这个事儿正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来来来，啊，走走走走走，来，我跟你说，走走走走走。老板，哎，你坐坐坐。于飞，自从你来到这个店里呢，就多了很多的生意。我知道你对动物呢有一套，对客人呢也非常的有办法。谢谢老板。就说那个巫婆吧，
要不是你那么会气他呀，他不会成天到我们店里来买东西的。难道就为了跟你斗嘴？我才没有那么多心眼儿呢，我只是不想跟人家争而已。总而言之呢，像你这么有生意头脑的员工啊，我一定好好的把关。所以啊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从下个月开始，升你为店长，给你月薪3000。怎么，不高兴？不是，老板太器重我了，吓我一跳。对自己要有信心嘛，你是有能力的人，好好干，一定会有出息的。我不要鞋子了，我现在就把鞋子还给叶林。我不要鞋子了，好吗？我也不参加什么画画比赛了，爸，你快醒了呀！哪怕让我一辈子都做一个没有出息的人，我都愿意。小飞。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找我吗？哎，于飞。没事，等我想到了再告诉老板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老板，帮我们叫进来洗来个澡。请。这是叶林说他们全家要去英国住了，他想留着给我做个纪念，我才拿的。我回来啦！妈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我没事儿，胸闷而已。好端端的怎么胸闷呢？从下个月开始，升你为店长，给你月薪3000。我带你去医院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妈，我担心你的身体啊。如果你真的担心我的身体，就不要再花这些来气我了。妈，我只是看见橱窗里面这些鞋子很漂亮，随便画画的。我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画画，尤其是画鞋子。为什么呀？别人都说我很有天分。天分这个东西能当饭吃吗？你看看你舅舅，当初也是别人说他有天分，可结果呢，就是这句话害死了他，到现在都一事无成的。所以，我宁可你安安分分的过日子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知道了。孩子，原谅我必须这么做，因为我真的害怕你这方面的天赋会跟杨家有任何牵扯。胡伯伯，你们要记得啊，手呢要呈弓状，手心是空心的啊。像我这样子拍打吴妈妈，她才不会受伤。我示范一次给你们看看啊，来，这样子。哎呀，医生，真是对不起啊！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，衣服再洗就好了嘛。来，吴妈妈，这样有没有舒服一点？你们要记得啊，手呈弓状，手心是空的，这样拍的啊，要记得。没见过这么笨的病患家属，都教了几次了还教不会。要不是怕影响考期，我真想开口骂人。夏医师。啊？要不要我来帮你啊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你也是为了病人才弄得这么脏的嘛。哎，对了，
最近医院要从你们这些住院医师里边升一个人做总医师，你应该有听到一些风声吧？听说了。大家都说啊，一定会是你。别这么说，其他医师也很优秀啊。像你这么用心照顾病人的医师啊，不升你升谁呢？宇安哥，恭喜你！你怎么又……我知道你为了我改班表，怕你饿着了，我特意买了点心过来啊！来来来，大家一起吃，我准备了很多哦。刘小慧，这一盒是草莓口味的，这一盒是巧克力口味的，吃嘛，这个是很贵的。你不要这样。护士长，你要不要来一块呢？你给我过来。哎。在这么多人面前这样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自从上次命运安排我们相逢之后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你说什么时候见爸妈？我们得赶进度了。我告诉过你，我有女朋友，你的脑袋可不可以清醒一点？可是伯母也解释过了，于飞不是你女朋友啊。你放心，我不是那么没有气度的人。结婚之前，大家都有交朋友的权利啊。只要你跟于飞说清楚的话，我是不会计较的。刘小慧，不管你怎么讨好我妈，我都不可能喜欢你的。宇阳哥，宇阳哥，拒绝我你会后悔的。你不是想要升职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对不起，我想靠我自己。不要在我面前炫富。宇阳哥，宇阳哥，宇阳哥！哼。看来我跳的还可以嘛。先去逛会儿街，逛累了咱们就吃饭啊。成，想想吃什么？啊，我这回得好好的宰你一下。哎，怎么又走这儿了呀？这离学校门口要绕好多路呢。一出书房就往这边走，都习惯了。你呀，我都不明白了，你怎么那么爱看那小姑娘跳舞呀？走吧，咱们快走吧。哦，好，走走走。你好，请问岳姨在吗？她请假了，刚离开。谢谢。啊，舅舅的账怎么办呀？还差那么多。
于飞，你给我出来！刘小慧，我求求你，我这段时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不要再来烦我了，我谢谢你。没办法，我要找你谈判。喂，我要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啊？于飞，开个价吧，你到底要多少钱才肯放过宇阳哥？感情的事情讲的是你情我愿，不是花钱。你站住！至少先把你这颗碍眼的石头踢开再说。只要没有你，迟早有一天，杨哥会选择我的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最近到处跟别人借钱。说真的，与其跟别人鞠躬哈腰，你不如跟我开口，我给你不就好了吗？哎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，你配不上宇阳哥的。像你这种没钱、没学历、没身份、没背景的，就算不是我，迟早有一天，宇阳哥也会把你给甩了。你干什么呀？就像这包不起眼的狗粮一样，丢了我都不觉得可惜。刘小慧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有钱就了不起吗？有钱就可以羞辱人吗？钱除了给你一生庸俗以外，还能给你什么？没错，我是没有钱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钱放弃我的感情。有本事你就让宇阳喜欢你啊，到时候你不用花1分钱。我就是不服气，像你这么平凡的女人，妈妈还是个打菜阿姨，为什么宇阳哥就喜欢你？刘小慧，你丢不丢脸？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跟小时候一样动手动脚的。我告诉你，就连我这个路人都看得出来，于飞比你好。那个叫宇阳的，要是真选了你，那才叫人不服气呢。你是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15年前，你不是不服气我舞跳的比你好吗？现在要不要比一比？叶离，15年前你救了我，现在我还给你啦。你回来了！你回来了！你终于回来了！啊，太好了，太开心了！哎，你还不走啊？真要我们2个再联手吗？哼！太开心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怎么样？过得好吗？好好好，你呀，就越来越胆小了。以前都不怕他，现在竟然被他欺负。我只是不想跟他吵而已嘛。啊，太好了！太开心了！你先随便坐一下，我去叫爷爷，他见到你啊，一定会特别开心的。哦，好。爷爷，爷爷。你安排这么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孩子过来，还不快点把他赶走！快点走啊！我会去工作的。爸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把脾气都发在这孩子身上？天这么黑，啊，又下着雨，你自己走回去，没危险你也会生病的。啊，再说了，你是我请来的客人，我应该送你回去啊。于飞。真的是你吗？爷爷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么多年没见，这孩子我都认不出来喽。爷爷，您倒是和以前一样嘛，一点都没变。我一点不变。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哎呀，这个孩子，连续去了3趟了，可杨董说什么也不肯见你。真想不到这世上还有学长想见却见不到的人啊。
这个世界上也同样有我不愿意见，可是却非见不可的人。是谁啊？让学长这么为难？很少看你这样啊，看来大有文章啊，一定不是生意上的事，因为就连刘董捅刀子要跳楼，你都还气定神闲的。那这么说，一定是感情上的事儿喽？你默认了？学长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我从没听你喜欢过谁。有的时候我还怀疑你会不会是爱上我了呢？你到底要不要打球啊？哎，你就老实说嘛，你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去，到底是你伤得太深，还是你始乱终弃？看球。这是要提醒你，有时候话太多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。捡球吧，换我攻了。小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分店吗？是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把车开来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可是董事长他可说，高秘书，跟您出去，我只会被伺候好好的，对我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，还让我自己去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呀这就去转告董事长。对了，以后叫我叶琳就可以了，不要再叫我小小姐了。在职位上，您可是比我高很多呢。好，知道了。那我先去了。嗯，好，拜，再见啊。叶小姐你好，是你。我是远凡集团张建军董事长的特助张鹤凡。你是远帆集团的人？请问喝点什么？2杯咖啡，1杯无糖，1杯半糖半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 3年前的那个夏天，我们也只在一起21天。你还记得我喜欢半糖半奶吗？对不起，过去是我不好。都过去了。对了，那双眼睛你找到了吗？当初你说我的眼睛很漂亮，很像你找了一个很久的朋友。 那时候，我就应该有自觉了，可我还是傻傻的投入，只知道一个叫 Lawrence 的人。Teresa， 叫我叶琳吧。那个名字，已经随着那段感情都过去了。放心，我没事，直接进入主题吧。你找我的目的是？ 我们公司是真的很有诚意，想跟安正集团合作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缺养董事长，不要因为对我还有父亲的偏见而错失这绝佳的商机。至少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。你都已经很清楚爷爷的个性了，还是不肯死心吗？不到最后，绝不轻言放弃。就像你对那个女孩子一样。 叶琳，我不希望我的出现让你误会，以为我想利用我们过去的交情。对不起，我该找你来的。张先生，你的企划案
我已经看过了，确实不错。站在公司的立场，的确应该与你们合作。但是我爷爷会不会因为我说这些话就愿意见你？我没有把握。等我消息吧。